感谢各位亲朋今日拨冗，送家父最后一程，追思仪式现在开始。各位，我是周俊辰，这位是我的母亲戴锦瑶，我们都是周前鹤先生的亲生骨肉。这次来，我就做2件事情：这第一是悼念我的父亲，这第二是夺回我们本该拥有的东西。父亲走得早，那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总要知道他最后的安排吧？对，遗产，我们也是周家的孩子。有权分财产，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占。周小姐，他们真的是周先生的私生子吗？周小姐，你对此知情吗？遗产该如何分配？今天是家父的葬礼，请诸位让他走得安详一点。怎么不敢认啊？心虚了？他们就是周千鹤先生的亲生骨肉，千真万确。大姐，今天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今天是家父的葬礼，家事容后处理。周小姐，他们真的都是私生子吗？周小姐，周小姐，遗产该如何分配？容后暂停，不行，谁知道你在背后会捣什么乱？今天，哦不，现在，你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把遗产的事情给我说清楚。平和可在电上看着呢。没错，我是长子，我有权知道公司一切的情况。我要立即看金团的报告，谁知道他会不会拿着钱跑路啊？大姐，你好大的威风！一句容后处理，就想把我们全都打发了？父亲尸骨未寒，难道你想一个人独吞整个周家不成？你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就是。别以为你是嫡女就了不起，我们也是爸爸孩子，该我们的一分都不能少。你想私吞，门儿都没有。周小姐，您弟说的情况是真的吗？难道您真的想私吞遗产？戴女士，您如何证明他们的身份和继承权？证据，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证据。你们看他们的眉眼，那是跟曾婆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周菲菲，你倒是说话，哑巴了，还是我们说到你心里去了？我再说一遍，这里是灵堂。大姐，别拿父亲做幌子。今天这个事情解释不清楚，你这葬礼要办，你办不下去。大家都在这儿看着，你再这样拖延回避，很难不让大家怀疑心里有鬼。好，你们既然想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讨论家事，请陈律师。各位，我是周前鹤先生的私人律师陈明远，我受周前鹤先生生前委托，现根据遗嘱安排，在此公开宣读部分涉及遗产的分配条款。本人周前鹤经本人慎重考虑，资立遗嘱如下：本人名下所有不动产、现金、存款、股票、债券等一切可分割财产，由长女周斐林与其他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其他法定继承人说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呀！爸，我说什么来着？爸心里有我们。太好了呀，太好了！听见没，周斐林？我们也是继承人，你别想独吞，爸的财产有我们一份儿。戴女士，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和您的孩子是不是都有继承权了？当然，白纸黑字，法定继承人。
建哥承认我们了。周飞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该把钱分给我们了吧？既然现在律师已经宣读完遗旨了，那么我们作为法定继承人，我有权利现在立刻启动财产分割程序。好，既然父亲有安排，一切依法办理。父亲肯定不会这么安排，让周家分崩离析。难道另有隐情？哈喽，早啊，各位！你不这里的一切，我周俊辰都要熟悉起来。毕竟我也是合法继承人了啊！妈，一看你儿子这样威风，当然了，这才配得上我儿子。以后啊，我们天天来这里上班，必须的。哎，给我拿杯咖啡，要最贵的哦。哎，哥，稳重啊！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等你呢。骂人啊！哎，走走走。各位老臣，各位元老，我周俊辰从今天开始要正式接管公司管理。毕竟，我也是合法继承人之一。这个公司的各项指标我都看了，但有些部门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市场管理，效率该我觉得可以更换一下项目负责人了。我弟就很合适啊。还有财务部这个负责人也得换，我看暂时就由我妈来担任啊。周俊辰先生，这里是周氏集团，不是菜市场，人事任免由董事会决定，市场部是公司的核心，财务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不是你一句话就可以改变的。徐董说的对，周先生，你刚来几天，不应该指手画脚，你做的应该是到市场部多熟悉业务。我们陪周董事长奋斗几十年，孰轻孰重，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倚老卖老，那就没得聊了啊！我现在是合法经营，有权管理公司的各项服务，难道你们只听他的啊？徐书里说，你们是公司元老，经验丰富。俊成他刚接触公司，心比较急。这样吧，既然你想参与，城东有一个旧商业区改造的项目，风险小，适合练手。也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实力。妈，咱们走。听说了吗？那个周俊辰上来就冲着徐董拍桌子，还想把自己亲戚塞进市场部。可不是，太嚣张了！大小姐居然让他接管城东的项目，虽然那项目不大，但也是集团资产啊。他这是怕了？不知道呢，感觉大小姐最近有点退让，是不是担心那些法定继承人真的分走太多？我看他以后日子不好过。嘘，小声点，没听见。周董，消息传开了，都在猜测您的意图。城东的项目文件我已经给周俊辰送过去了，明白？您让我盯着的人有动静。他身后那些人脉也该浮出水面了，仔细盯着周俊辰和城东项目每一笔资金动向，通知审计部，让他们严格核查和他相关的交易和流水，查细。明白，周董。需要限制他的权利吗？不用，他不是喜欢演吗？我们就让他演个够，让他以为这个舞台都是他的。很快他就会发现，谁才是世界真正的主角。姐，还在忙呢，我给你带了杯咖啡，提提神。谢谢。我这不是看你这几天太辛苦了，又要应付公司的事情，又要对付那些流言蜚语的。爸走的突然，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回来。也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有没有说点什么。爸最后走得很平静。啊，是这样，
姐，你在爸身边那么多年，有没有听他提到过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说，国外的信托。我这不是听爸的老朋友提过一嘴，说是什么信托基金的，我也不太清楚。父亲生前所有的财务安排均由陈律师独自办理，你若感兴趣，可以去问他。我这就是随口问一嘴，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也要相互照应。现在外面传的都可邪了，说什么姐你手段厉害，容不下我。别人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们怎么做。父亲走的也算体面，你也多学着点。是，爸走的突然，但是葬礼还是算挺圆满的，多亏了姐你主持大局。是挺圆满。姐，我还有点事，这咖啡你先喝着，我先走了啊。喂妈，太可怕了，好像什么都知道。好，你这边要小心点。好。林健，去查一下我父亲生前在海外设立的所有信托资金，尤其是在我母亲沈雅芝去世前后那段时间，绝对保密。是。北林啊，按照辈分来说，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姨。我今天约你出来啊，是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聊聊。你们兄妹几个搞成这个样子，大姨看着心里可难受了。大姨有话不妨直说。好，那我就直说了。江鹤走了，留下这么一大摊子，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你母亲沈雅芝的当年医院的报告可未必那么干净。哟，吓着了，别怕，大姨呀，都是为了你好。只要答应我，遗产分配的事情公平一点，把我们该得的那一份给我们。特别是阿成在集团的位置要落实，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大姨保证烂在心里。要不然的话，媒体对豪门秘事可感兴趣的很。大姨，说起这些陈年秘事，我妈妈沈雅芝走的时候非常安详，这应该归功于医生和护士照料。倒是你，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频繁连夜的主治医生刘主任，甚至有时深夜对他，不知所谓何事。大姨，有些话出口前先想清楚后果，尤其是那些自己都未必干净的事。把信托材料准备好，跟周飞不好对付，通知他们这进攻。周斐林，看看这个，好好看看。姐，没想到爸这么疼，21个人，每间月都有生活费。原来父亲这么疼，我们这些外面的孩子分量一点儿也不轻啊。周斐林，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啊？钱鹤用这份信托清清楚楚地承认了他们3个孩子的身份，那可比任何遗嘱都管用啊！这是铁证。哥，准备什么时候给我们划分财产？信托基金在这，足以证明我们是父亲的孩子。而且上次遗嘱也说了，我们有继承权。爸这么爱我，公司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办，是不是？我要进董事会，我要进最赚钱的门。这公司啊，以后也该我们说了算。信托在这，而且上次遗嘱也写了我们财产、股份、公司，现在立刻马上分清楚。周斐林，主动点，把核心业务交出来。这份信托基金我知道，父亲当年设立自有安排，谁知道不是为了安抚或者拖住你？现在集团大局为重，不是你们撒泼抢钱的地方。安抚？
周飞，看来你是真想独吞了周氏集团。告诉你，门儿都没。大姐的大局恐怕是你自己的野心吧？周总，需要将这些在集团胡闹的人请出去。不用，我在等一个电话。请出去？周飞，你真以为这个周氏集团是你一个人的吗？还等电话？周总，你该不会就一个电话翻盘吧？好，不交权，周飞林，那你可就别怪我心狠了。我这里可有要你命的东西，睁大你的眼睛，看着，看着，都给我进来吧，好好拍拍，让全城的人看看这位周小姐真实面目。快拍，快拍！周总，戴女士指控您通过城南项目转移集团资产，您作何解释？解释？他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份协议就是他的签名，铁证如山。他就是一个蛀虫吸血鬼，想把周家吸干。我们只是想要父亲留下的一口饭吃，没想到大姐她这么狠，求大家评评理啊！周总，这份文件签名是否属实？您是否利用职权侵害周氏资产？请您正面回答。周氏集团亏空这么严重，您是否愧对股东还有员工？您怎么还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听见没，周北林，赶紧交出我们应得的，不然让你身败名裂！哎，离近点看，多拍拍，让他丑陋的嘴脸火冒全国。妈，这些文件来源非法，证据纯属捏造。城南项目的审计报告，周飞，你别再狡辩，在镜头面前认罪，把属于我们的权和钱全部给交回来，稳住周家。不然的话，明天的头条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新闻。喂，喂，好，按计划进行。哎呀，周飞，你装，继续装，一个电话就能救得了你。给我签字滚蛋！周总，这通电话是否危及公关？您是否隐瞒什么真相？你跟他费什么？周飞，赶紧把财产交出，别垂死挣扎。大姐，留点体面，别让记者拍到你被保安拖出去的狼狈样子。狼狈？我看该狼狈的是你们。这份你们视为命根子的信托基金，从现在开始永久停风，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停了！你他妈疯了吧你！你敢？那是父亲给我们的，你有什么权利啊？钱呢？我的钱呢？周伟林，你把我钱弄哪儿去了？周伟林，你这是疯了吗？那是钱和留给孩子们的钱，你居然敢停了！我要告你，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身败名裂？我来告诉你，凭什么？凭我是周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凭我是父亲遗嘱的唯一执行人，凭我有这个权利查所有可疑资产流向。林健，现在把他们轰出去，这里不欢迎。是，躲开！各位记者朋友，如果你们像他们一样诽谤我们周氏集团，我不介意用法律手段陪你们好好玩玩。什么？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喂，喂！操！连银行也敢欺负！哎呀，我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今天下午开的团约我去做488，我连停车费都付不起呀！哎呦，愁死人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现在知道起了，早干什么去了？妈，你的那些珠宝首饰能当就先当，就称一称。哥，律师函没用，他既然敢停，就说明他那些手续没有太大的把柄，信托我的件可能本身就有问题。俊成啊，你可是长子啊，你想想办法，不能让他这么随便欺负我们。哎，你去告他，去他公司闹啊！让所有人啊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对，去他公司，堵他办公室，
不给我们钱，他他妈也别想好过。闭嘴！闭嘴！告啊？拿什么告？闹？你去闹谁理你？有钱吗？钱呢？以前1个月几10万美金随便花，现在呢？一个破套房子，房租都付不起。周斐林，你好狠的手段！狠，釜底抽薪吧。之前都是我们小瞧了，以为拿了信封文件就能赢，结果呢，被别人拿捏了命脉。哎呀，难道我们要去睡大街吗？千鹤呀，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哎，妈，你那个限量版包包呢？卖了阴影节？我没有。没有？是不是你昨天偷偷拿出去抵押了？不是，肯定是被佣人偷走了。哎呀，都怪那个周斐林，都是他害的！哎呀，周斐林，你以为赚了钱我就完了？吃人就有弱，一藏越滴水不漏，就说明这个弱藏得越深。沈雅之、周千鹤还有你，我一定会找到他。周总，这位是王律师。周小姐您好。王律，深夜打扰，请坐。事关重大，理应如此，请允许我自我介绍：王振邦，周前鹤先生最信任的私人法律顾问。之前出现在葬礼上的陈明远律师，只是我团队的一员，负责处理公开事务。周先生去世前3天，在完全清醒，且有3位独立医生在场公证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最终遗嘱。整个过程均有完备的录像和医学证明文件。遗嘱核心条款明确，周前鹤先生名下所有个人财产、股权以及公司的控制权，无条件且排他性的由长女周斐林女士一人继承。任何人无论有无血缘关系，任何名义均无权继承。为什么现在才拿出？周先生严命，在他事后1个月，且确保你完全掌控集团的基本盘，肃清部分威胁后，我才能现身交付遗嘱。同时，我还要提醒你，戴锦瑶那边一直通过陈明远试图找到我和这份文件，他们很快就查到我的离世住所了。我明白了，王律，文件送王律去最安全的地方入住。是，周总。周小姐，您务必小心，他们急得很，说不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急得好，他们急，我们就让他们更着急。王律师，请吧。那周小姐，我先告辞。是，哎。予以入网。戴女士，听说您拿到了新的遗嘱，是真的吗？周俊辰先生，新遗嘱内容您知道吗？是否会重新分配？各位媒体朋友，我身边这几位周先生和周女士，才是周前鹤先生真正属意的继承人。我手中这份是周前鹤先生临终前签署的最新是最终遗嘱，它完全取代了之前的所有版本。没错，之前那份遗嘱是假的，那份遗嘱是周斐林和律师搞的鬼，目的就是欺骗大家，夺取我们周家的产业。千鹤，你这么亲口告诉我，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3个孩子。这份新遗嘱才是他最大的心愿。他希望所有的遗产由我的孩子均分。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能拿到自己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主持正义啊。是，我们走吧。哎，周先生，周先生，周总，他们果然拿出了一份伪造的新遗嘱。那个张律师我查过了，是一个专门爱打擦边球、名声很差的项目。现在的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跳梁小丑，要立刻召开记者澄清会吗？或者让王律师出面？不用，让子弹飞一会儿。他们闹得越欢，我们的证据链就越完整。可是舆论，法律只相信铁证，他们伪造的越真，摔的就会越狠。等着看好戏吧。戴女士老板还有那个张律师强行闯出来了，我还拦不住哎。让他们上来。周总，这文件你看一下。你们不能进来！你们不能进来呀！不能进，不能进。周斐林女士，打扰了。我代表戴锦瑶女士、周俊辰先生、周家瑞女士、周俊生先生，正式向你出示周前鹤先生生前签署的最终遗嘱正本复印件。哼，斐林，有些事情也该做个了断。前鹤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所有的遗产由你们兄弟姐妹4个共同继承，均分，跟你的那份它不冲突。大姐，白纸黑字，父亲的亲笔签名，张律师全程公证，你的那份遗嘱太普通了，现在配合纷争，大家体面啊！姐，父亲的心意我们应该尊重啊。这几年你独管大权，真是辛苦了。如今我们弟弟妹妹也该帮你分担分担了吧？集团的事务复杂，你一个人怕是力不从心，不如你退下歇歇。废话少说，遗嘱在这儿，财产、股份、公司控制权按父亲意思分，别耽误大家时间。这确实是父亲的笔记，但是张律师，你确定这是我父亲亲手签的吗？周女士，我以我的专业信誉担保，签署过程全程合法合规。周先生神志清醒，亲笔签名，您对笔迹的怀疑毫无根据，您这是对事实不敬和对法律的不信任。我建议您接受现实，别再做无谓的挣扎。这鉴定报告稍后就到，它能证明他们3个才是前鹤最疼爱的孩子。你现在的嘴硬只会显得你不识时务，体面点，签了对大家都好。北陵啊，结果居俊辰、俊生家人，他们都是前鹤的亲生骨肉，而你当然也是，只不过血缘亲疏，人心自有偏向。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撑得起周氏这条大船？大姐，父亲当年设立信托基金，受益人是我们3个，现在这2份遗嘱中也明确的表明，把我们置于同等继承人之内。所以是什么意思？父亲的意思是，你并非无可代替。大姐，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海外，所以才有你代为管理。如今我们都回来了，你个代管者也该将父亲托付给你的财产和权利物归原主吧。不要再磨叽了，赶紧交出来啊！签个文件，开个董事会的问题，不要让我们下狠手。归还之前，有些事情
也敢听他的？你看看，这份文件只是一部分，我的手里握着能让你身败名裂，不能够在商界立足，甚至让你无法抬头做人的东西。它足以能让你滚出周氏，滚出这个圈子。你敢不敢报我？跟他废什么话？周北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主动退位，立刻辞职。看在我们的血缘份上，我还能给你留最后一次颜面。否则，哼，那份礼物一旦送出去，你连跪着求饶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身败名裂，都是轻的。周斐林女士，我的当事人手握足以颠覆你人生的关键证据，这份证据一旦提交给董事会、监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您将面临的一切不单单是失去所有的职位跟股份，更是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和无法估量的法律后果。周氏集团的100年声誉也因您个人而蒙受无法洗刷的污点，这想必是周老爷子在天之灵最不想看到的景象。主动退让是您最体面的选择。斐林，签了吧。为了周氏的体面，也为了你母亲沈雅芝的在天之灵，别让你的母亲在天上看着自己的女儿身败名裂。好，很好。这份遗嘱我是不会签的。DNA 检验报告马上就要出来了，你们就这么急吗？好，那我们就等检验报告出来，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的。根据我机构严格比对送检样本，周前鹤先生生前生物学样本对比结果显示，周俊辰先生、周佳瑞女士、周俊生先生确系周前鹤先生生物学子女，报告真实有效。你们听见了？你们都听见了？他们就是前鹤的亲生骨肉，简直就是苍天有眼！哎呀，现在真相大白了。某些人想抹除我们的存在，还想抢夺我们周家的产业。但是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姐，这回你没什么好说的吧？爸在天之灵可看着呢啊！听见没？我们是真太子真公，你那份假遗嘱赶紧作废，公司、家产都是我们的。对，周伟林，你现在该死心了，把一切都给我交出来。或许看在血缘关系上，我们还能给你留点生活费。姐姐啊，别狡辩了，这 DNA 就是尚方宝剑。我当然知道你们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了。这份报告是父亲生前给我的，比你们今天的这一份要早得多。不可能！这份报告里不光确定亲子关系，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相信你们和各位媒体朋友会非常感兴趣。好好享受你们暂时的胜利吧，因为真相往往比血缘更残忍。加快速度！下周我就要看到市场部的报告。星耀未来城这个项目是我周俊辰在集团里打响的第一炮，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哥，前期投入那么大，会不会太快了？毕竟这个项目是顶下来的。快！风浪越大鱼越贵啊，妹妹。这项目多好，高端科技社区，稳赚不赔。周斐林那个守旧派，他懂什么？他是技夺比的强。
周总，这是周斐林总经理那边批过来的资源清单，包括您要的城南那块地皮的使用权批复，还有部分启动资金。算他识相，知道拦不住我，干脆给我送了点顺水人情。好，哎呀，看见没？连他都比不上，这项目就是我周俊辰勇登天梯的第一步。哥，斐莲姐那么爽快，会不会有债？怕什么？这项目在咱们手里，只要他介绍的资源是真的，等这项目做成，哼，他只有哭的份。到时候啊，整个集团都得看我周俊辰的脸色。哎，什么？5个亿，还是意象街？好，继续造势，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周俊辰的本事。好，听见没？啊，5个亿呀，还是意象街？你们跟着周斐林守株待什么时候上到这？跟着我好好干，钱量奖金翻倍。哥，恭喜你啊，这步棋加对了。周斐林，我要让你们好好知道知道我的实力。周氏集团的继承人，非我莫属。周总，城南的地皮转让手续已经办妥。新药项目的资金流监控显示，周俊辰正在加杠杆融资。让他加，杠杆抬得越高越好。这不是我母亲生病后期打听的偏方吗？好一个好心的偏方！戴沐瑶，果然是你！林健，立刻去查我母亲去世前留给的用药记录、用药来源、所有接触过她药物的医护人员，还有还要查一个给她过偏方的人，一切最详细的报告，现在去查！记住，要绝对保密。妈，咱们的债该还了。下面播报娱乐头条：周氏集团掌门人私生活混乱，疑因管理不善致股价波动。周斐，周家的颜面，周氏的根基，并置于何地？一夕之间，市值蒸发上百亿，你这个责任担得起吗？这不是意外，这是你个人行为损失、处理方式不当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股东们现在纷纷信任崩塌，市场更是信任荡然无存，而你就是这一切邪恶的源泉。大姐私德有亏，恭请尽失。照片的真假早已不在重要，市场的反馈才是最真实的判定书。你在这个位置上坐得越深，就是加速了周氏的沉落。姐，为了集团，你抓紧做选择吧。股价都崩成这样，还等什么？立刻辞职，交出股权！再拖下去，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要被你败光了。说完，周斐，这只是你能儿戏，你的傲慢会毁了周家，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你必须。周总，
坏消息，假的。欧洲盖茨集团刚才单方面宣布终止与我们核心合作的关系，理由是信任危机，法务部正在紧急处理。可是他们态度强硬啊。周飞飞，你听到了吗？这都是你带来的歌，核心项目的告吹，几十亿投资快打了水漂。周飞，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立刻辞职，把全交出来！立刻，马上！你每拖一年，周氏集团的损失都是1几何倍的增长。你想拖垮周氏集团？大志，你要是现在还能给集团留下一丝盘缠的机会，再不你就成了千古罪人。对，我们得不到，你他妈也别想得到！你非要拖着周氏一起死吗？快签字！周飞 ，PS 只是一个开头，你犹豫1年。真的就扩大1份，签字立刻！没时间给你思考了，签！快点儿，别逼我们继续下狠手！喂，好，我马上处理。周总，银行方面说，银行方面发来紧急通知，要求我们立刻追加抵债。或者提前归还债务，否则将启动风险管控程序，冻结我们的账户。周飞，你听见了？这都是你做的，你签字马上！要不然我明天就宣布周氏集团破产。我们得不到，你也休想保住1分1毫。大姐，你就赶紧签吧，这样还能保存周氏的最后一丝颜面。不要在你手里全都毁掉，破产清算，谁都拿不到1分钱，这是双输，更是你耻辱柱上的最后一颗钉。周总，不好了，我们的股票全面暴跌，交易所给我们发来了实名函，证监会也全面调查，我们的大楼被包围了，外面全乱套。知道了，达到目的，你们这个不择手段！连父亲的心血也要付诸东流吗？姐姐，你说这话可不重，这可不是我们毁的，是你自己毁的。我们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要么交出权力和家产，要么大家全部玩完。周飞飞，都是你毁了周氏集团！现在立刻签字，这是最后的。交出周氏集团！签字马上！交出周氏集团，还能给你和周氏一口喘息的气。现在离开周氏，要不然你就带着你这堆烂摊子一起下地狱！够了，吃定我！你们以为是吃定周氏了吗？你不要再抢争争！我不信你早有准备。这不可能！怎么会这么伤心？污蔑，这是污蔑！周北林，是他妈你搞的鬼！周氏家族内部风波出现惊天反转。在锦瑶女士被证实早年插足他人婚姻，周俊辰先生留学期间涉及恶性校园霸凌，致人伤残。周家蕊女士名校学历及核心论文被证实系学术造假。周俊生先生曾涉嫌严重交锋、肇事逃逸。同时，周氏集团拿出证据，将对诽谤造谣周北林女士的始作俑者进行法律追责。周氏集团股价应声反弹。详情请关注本台后续报道。是你们泼的脏水，这些才是真正的事实确凿，利用舆论。玩够了吗？周家的都不配提，现在滚出我的办公室！送客。诸位，请吧。喂。哦，好。周总，舆论反转。刚才开特全打电话，表示之前是误会，
而且银行取消了种植要求，对今后股市股价去不会受。你母亲沈雅是女尸案的案子，证人已保好，并且安全，便已随时提供证词。保护好证人。是。这些债你本带拿命还。新耀未来城项目核心数据存在严重偏差，关键参数遭到篡改，主要合作方创客资本突然宣布合同终止，并且抽走了全部资金，项目彻底失败，公司直接损失超过20个亿。20！混账！周俊辰，这就是你夸下海口、信誓旦旦保证的登天梯，这是把集团往火坑里推。核心数据造假，谁给你的胆子？20个亿，你要拿什么钱？不是我，肯定是有人陷害我，这个数据不对。陷害，肯定是周斐林陷害我儿子。他一直嫉妒俊辰，你们可别被他骗了呀！安静！这个项目由周俊辰全权负责，资源、资金、签字权一应俱全，所有决策只有会议记录和文件签字为证。现在不是要追究可能的陷害，而是要处理确定的巨额亏损和责任人。周总，你说该怎么办？第一，解除周俊辰在集团及名下公司所有职务；第二，冻结周俊辰名下所有资产和股份，用于清偿债务；第三，即刻将周俊辰踢出集团高层管理层，永不续任。散会。周斐林，你好狠，带着枪！周总，证人严选。证人，确定安全。是。好。既然俊辰他都是咎由自取，我替他给您道歉。我们要是再斗下去，只会让外人看笑话，让集团受损的，以大局为重。所以呢，我愿意放弃大部分权益，只要您肯恢复信托基金那份生活费，够我和妈安稳度日就行。我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插手集团的任何事务。安稳度日？怎么了？不是你们闹着进董事会分家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我现在明白了，家和才能万事兴旺。况且，爸在天之灵也希望看到我们能够红，对吧？而且，爸那么早就把信托交给了我们，说明他心里都是他怎么想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们怎么做。安稳度日可以谈，但前提是绝对安分。当然，绝对安分。姐，您放心。哎，大姐，等等，我有话说。说。我哥完了，二姐，他今天找你求和了吧？他的话能信吗？我不想坐牢，大姐，我那次飙车，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就好。悬崖勒马是聪明人的选择。大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安分守己，及时抽身，一个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工作，我帮你。但前提是你要彻底断绝周家蕊和戴子阳的关系。他们的船要沉了，你自己选。妈，周斐林没松口，但也没把话说绝，他在试探我呢。这小子油盐不进。哎，俊生呢？那小子死哪去了？电话都打不通。你去哪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乱跑？没去呢，就出去透透气。透气？周俊生，你是不是见过谁了？周小姐，找到了最关键的这份补充材料。您看，这是信托基金条款附件的第1条。本信托受益权之最终解释权、无条件归属权
排他性的归属周飞林女士所有。还有这个，这是周前鹤先生同时留下的密封亲笔信，由我本人见证封存。所以，从一开始，生杀大权就都在我手里。是的，周先生深谋远虑，给你留下了绝对的后手。戴锦阳母子从未拥有过他们一直以为的筹码。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公布？不急，让他们的美梦再做一步，在最适当的时候给敌人正面一击，也算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通知财务部门和法务部门做好一切准备，清算时刻要到。喂，上二。我你妈！大哥，谁指使的？是一个叫陈哥的，他给了我50万，让我吓唬吓唬你，或者制造点意外，还真没想杀人呢。陈哥，谁呀？说全名。好像叫周俊辰，哎，就是周家那个大少爷。是他的手下强子找的我们，跟我可没关系了。滚！什么？俊辰被警察带走了？绑架？不可能！这不可能！周飞林，你是个魔鬼！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妈，哥他是不是？是他，是周飞林，是他做的计杀人，他要毁了我们全家。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周总，周俊辰涉及教唆绑架未遂，现证据确凿，已被警方缉拘。在锦瑶那边彻底乱了。不错，可以公布周俊辰被刑拘的消息了。另外，也是时候让大家伙看看那份信托基金的真实内容。周总，私家侦探老 K 那边有突破性进展。这个是当时沈女士的主治医生刘文斌在黎明海外前秘密留下的录，他内心煎熬多年。我忏悔，当年戴景瑶找到我，给了我一笔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他还威胁说要在沈雅芝女士的药里动点手脚，把剂量稍微调整一下，说只是让他多睡一会儿，不会致命。我就鬼迷心窍的照做了，结果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没多久就……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该死呀！这个是老 K 侦探在刘文斌家里的地窖找到的，这个应该是他当年私自克扣的样片样本，而这个是戴能让他调整剂量的原始。戴锦瑶，果然是你！周总，证据链完整，是否立刻报警？报警？有些债必须血债，有些仇得亲自把他们欠债，女儿来要。菲林啊，你这么郑重其事的把我叫到这里来，有什么话电话里不能说？哎，难道是你想通了，愿意恢复信托？闭嘴！听
梁启尧找到我，给了我一笔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要我在沈亚琴吃的药里弄点实情书。污蔑，这都是污蔑！这里面的药，还有你收现金2条，全部都是污蔑吗？这东西怎么可能在这里？当年他应该早就该销毁了，对不对？就像你当年，你以为销毁了我妈？戴景阳，从不知廉耻爬上我这个床开始，再到你用毒药一点一点毒死我妈，再到后来监视我、控制我，试图夺走我的一切，你以为你做的一切真能瞒天过海吗？是我，杨志杰，他是被死的。杨志杰他是被死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周俊辰的牢狱之灾只会是个开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让你痛苦的、清醒的活着。我要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费尽心思得到的一切，爱好的财富和地位，统统都消散殆尽。我是我你最爱的孩子，周俊生、周子涵，他们都将因为你造的孽，一点一点失去所有。我享受你接下来余生的地狱吗？赶紧啊！别让他死了！联系周家人，告诉他戴景阳在我这儿做客，让他自己看着办。大姐，妈她还有大哥的事都是真的，妈真的害死了你母亲。自己看。疯了，都疯了！大哥想绑架你，妈的，这太可怕了！可怕！这就是你尊重的母亲和大哥。周俊生，现在轮到你。这是一笔钱，够你在国外的一个小城市安稳度日。这是一个新的护照，身份是新的。这什么意思？我要你离开这里，立刻马上更名改姓，忘掉这里的一切，永远别再回来，别和周家人有任何联系。这是你最后且唯一的机会。我走了，你能保证不再追究我以前的事儿吧？看在爸的面子上，我会放你走，但前提是你要消失得干干净净，否则我走了，我永远不回来了。周俊生，你别了。林健，目标已离场，通知所有股东和媒体，明天上午10点，总部集团会议大厅，周氏该彻底清算。大姐，别急着开你的庆功宴，看看这个，环宇、星汉这几个离岸公司的账目很精彩。为了布局转移财产，手段够狠也够脏。你说，如果这些材料被传出去，或者是明天等着你清算我的那些媒体，他们会怎么样？所以呢，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立即恢复信托基金，按照最高额度一次性给我10年的生活费；第二，给我5亿现金，美钞要现钞；第三，立即安排我和妈出境。只要你答应这些，
这些资料都会消失。5亿现金，出境。周家蕊，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妈现在是个疯子？你哥现在在牢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少废话，周斐林，这些材料足够你身败名裂，甚至进去陪打。你是要鱼死网破，还是各退一步？选吧。鱼死网破，凭你也配？周家蕊，你查到这些东西，不会以为是你自己的本事？你什么意思？这些所谓的灰色操作，是我放出去的饵，就等你这样的蠢鱼上钩。包括那些特殊渠道，都是我安排的。你算计我？算计，顶多算是扔垃圾。周家蕊，你的这些东西根本就威胁不到我。林健，带人进来。林健，带人进来。带谁？你要干什么？你现在就会知道。周家蕊，我以集团董事长身份正式控告你涉嫌敲诈勒索、窃取商业机密罪，以及包庇你母亲戴锦瑶的谋杀事实。周家蕊，证据确凿，你被捕了。不可能，我没有，不是我。周斐林，你有那么多毒，算计我！张队，这是周家蕊涉嫌敲诈勒索的证据，以及录音录像，还有他母亲戴锦瑶涉嫌谋杀我母亲沈雅珍的关键证据。稍后我让林健送过去。好的，感谢周总配合，带走。我没有，周斐林，你以为你赢了吗？你等着瞧，周氏要是完了，你也不得好死！等着，全知道，太知道了。周总，所有证据链已经完成，媒体和股东全部通知到位。该落幕，法网恢恢，周家也该干净了。陆大蕊女士，关于敲诈勒索的指控，您有何回应？还有戴锦瑶女士的精神问题是真的吗？陆俊辰在看守所告诉我，岳峰是否非隐性？周小姐，您说两句啊。周斐林，因为你赢了，做梦啊！我手里绝对还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等着，周家完了你才完呢！陆小姐，说让您再说两句吧。周总，我手里绝对还有你们想不到的东西。周俊胜已确认登机离境，戴锦瑶已经被强制送入了精神疗养院。周俊辰和周家蕊的案，证据链完整，犯案可能性极低，舆论呀已经倒向我们了。知道了。周总，周家蕊对我喊的，您觉得他真的还有后手？会不会是虚张声势？败犬哀嚎，垂死挣扎，虚张声势罢了，不必理会他，发布会按计划进行。至此，对于我周氏集团所有不良指控，都将移交法院依法处置。集团已肃清阴霾，未来将轻装上阵，同时将清理不良资产，迈向新篇章。说。周总，发布会的效果极好。另外，技术部在深层清理周家蕊的个人设备时，发现一个加密文件，纸上是一个境外加密账户的访问权限，但密钥似乎不在他常用的设备上。我们正在追查。周伟林，因为你赢了，做梦啊！我手里绝对还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等着，周家完了你也会完的。好，给我继续查，有任何异常立即汇报。周总，出大事了！泰来之明星者威廉·卡特，刚才在他的全球大平台和国际网上公开发布了一篇文章，标题极具煽动性，血泪继承，亚洲财阀长女为争家产不得手段，弟妹接连入狱发福。文章核心还指控您利用非法手段诬陷其弟妹，剥夺其继承权，还暗指周俊辰的绑架是您设局。周家人的敲诈勒索，证据存疑。更可气的是，他暗指你母亲沈雅芝当年的死因另有隐情。更过分的是，他为了影射您早日继承家产，有谋害您父亲的嫌疑。有谋害您父亲的嫌疑。海岸，威廉。周家里的后手原来是这样的。报道传播极快，外面传开，国内某些自媒体博主跟风报道，舆论有被混淆的风险。公安部请求紧急预案。预案？针对这种躲在暗处放了箭的蟑螂，我们需要预案吗？立刻给我接通威廉的私人加密皮套。林健，是。去做3件事。第一，立刻联系法务部。针对威廉对我周氏集团的诽谤、侵害名誉权，准备跨国诉讼，我要最高索赔额度。第二，将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周俊辰教唆绑架、周家人诽谤勒索，还有他母亲戴锦瑶对我母亲的谋杀，所有的证据链翻译成英文，整理成新闻通稿。第三，我要你联系海外的主流媒体，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我们整理的新闻通稿和证据链打包发送，准备发布。是，周总，我这就去办。等等，还有，放消息出去，我们周氏集团要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日对我周氏集团所有的绯闻，会由我本人一一澄清。是。喂，周总，威廉·卡特先生的私人电话已接通，现在为你转接。Hi, William. This is Wendy speaking. I received the newspaper from the abroad, and I know what you're doing. So right now, I'm gonna give you 2 choices. First, you're gonna delete all the full of lies. And the second is I'm going to sue you both. The evidence is the most experienced, and you are gonna take loss. Okay, this is all based on your choices. And stick. 周总，威廉·卡特所有平台的报道已经消失了，他的主页新置顶了一条视频。对于周斐林女士以及周氏集团不实的报道，深感歉意，已永久性删除，后续将通过资信来调查。不错，他选了一种相对体面的死法。这只是一个警告，让那些所有想趁火打劫我周氏集团的人好好看看，动我周斐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林健，是。继续准备我们的发布会，发布我们的证据和声明。明白。首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场。近日，有些基于谎言和不实报道，对我本人及周氏集团
造成严重声誉损失。在此，用法律和公正说话。第一，关于我迫害定位，这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俊辰涉嫌绑架教唆立案回执及关键证据列，证明其犯罪事实确凿，与本人无关。这是周家人涉嫌敲诈勒索、泄露商业机密的立案回执和关键证据。他对我的护护是他犯罪事实败露之后的指控，这是一种报复。还有关于家产争夺，这是戴锦阳女士及其子女声称自己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肆意挥霍信托基金，企图挥霍集团资产的部分证据。他根本就不关心集团的发展，他只在乎个人私欲。第三，关于我母亲沈雅芝女士的死。关于我母亲沈雅芝女士的死亡，她的死亡外界一直猜测纷纷，而我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真相。借此，我已经收集各种法律证据，希望重启立案调查。我的母亲沈雅芝女士是一个善良坚韧的女士，她的死是我此生永远的痛。任何利用她来诽谤污蔑我的行为，皆是诛心。以上所有证据皆接受公众和法律的监督。我们周氏集团将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遇到诽谤威胁时，我们将让其受到法律的代价。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感谢各位。周董，效果极佳，舆论已经全面反转，并且支持我们。网上播放总量、正面评价超过了90%。那篇网上的故事报道已经被有效的抑制住了。知道的。周总，技术部追踪到周家蕊的私密账户，最后危险访问 IP 指的是本市的一家高级私人疗养院。是戴锦阳家疗养院。查，给我使劲查！我想知道这背后操盘的到底是幽灵还是活人。是。解决完舆论问题，该处理家贼了。周董事长，关于近期集团动荡，我们认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存在严重疏漏，有必要重新审视部分董事的。王董事、李董事、张董事，起立。念。是。根据独立审计委员会及合规部联合调查结果，王金竹董事于过去3年间，通过其签署控制的空壳公司与戴锦瑶女士及其子女周家蕊、周俊辰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7笔，涉及金额总计8亿7千万，造成集团直接损失1亿9千万。李丰茂董事多次向周家蕊女士泄露集团核心商业机密，并有收受其境外账户汇入记录。张道岩董事利用职权违规为周俊辰先生失败项目提供融资担保，导致集团额外承担5亿3千万债务风险。以上证据确凿，均已移送司法机关。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协议，我以集团最大股东及董事长身份宣布，即刻罢免王金竹、李丰茂、张道岩3人的董事职务。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将交由法律机关依法办理。集团将保留追偿的权利。各位，请吧。下面将进行新董事会的提名表决。林健先生，集团运营副总裁，过往业绩有目共睹。赵启明先生，审计专家，首席财务官。陈思颖女士，战略投资部总监，主导多个成功项目。赞成请举手。周氏集团动荡时代彻底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集团将专注创新与发展，
任何一个阻碍集团发展和股东权益的内部蛀虫，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将会被清除。散会。周总，董事会清除完成，所有关键岗位均有可靠人士上，集团内部钢板一块。很好，根基已固，下面该清扫最后的灰尘。疗养院那边戴姨的病情有没有新发现？我正要向您汇报。根据疗养院的监控表示，周家蕊的私密丈夫在最后一场访问时间段，他所在的 VIP 病房存在着短暂的网络波动。更可疑的是，他的贴身护工竟然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收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境外小额汇款。庄峰，垂死挣扎，给我查清楚那个护工，还有那笔钱。咱们这个亲爱的戴姨到底是在演戏，还是在等人？周总，疗养院那边有新情况，那个护工交代了，那笔钱呀是周家蕊被捕前通过一个死信箱指令转发出来的，用途不明。但戴景瑶那边的生理指标检测似乎有异常波动，不像好的意识。继续盯着。庄峰也有庄峰的代价。你好，戴景瑶女士现在的身体情况是否可以接受问询？生理指标正常，但精神评估依旧混乱。不过法律程序优先。戴景瑶女士，我是张警官，现就沈雅芝女士死亡一案，正式通知你，经审查相关新证据，我局现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你作为本案重大嫌疑人，现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请配合调查。带走。妈，害你的人戴景阳真的被警察带走，你的案子已经重启立案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他跑不掉的，一个都不会放过。所有沾了你血的人都将付出代价。周家，我守住了，像你说的，干干净净，从此往后，没有人可以玷污它。妈，安心，以后的日子，女儿替你看着。周总，所有的法律程序已经走完。根据周前鹤先生生前签署的婚前协议，以及不当得利追偿申请的批获，法院最终裁定剥夺戴锦瑶及其子女对周前鹤遗产以及周氏集团的一切权益的主张权，同时支持我方的追偿诉求。具体执行如下：段景瑶名下3处由周前鹤子女的顶级豪宅，还有他名下及其子女名下的7辆顶级豪车，还有历年所获的价值逾3亿的珠宝艺术收藏品，均由法院裁获，即将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均用于清债其不当得利债务。另外，基于周前鹤先生设立信托基金的补充条款，我方已成功追溯冻结，并追回戴锦瑶母子过去在10年间从信托基金中获取的超出合理生活保障部分的巨额资金，总计约8亿，加上其名下其他财产拍卖后的差额，戴锦瑶目前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他的个人账户已被冻结。好，一切依法办理，该追讨，咱们1分都不能少。戴女士，根据法院裁定，已将你名下的别墅、房产以及房内的非法物品进行盘查清缴，并将进行法拍，所得款项用于清偿不当得利债务，依法予以告知。钱没了，
们的所有资产均由法院执行局完成查封，即将公开拍卖，其所得款项均用于清偿不当得利账。赶尽杀绝是吧？郑飞林，你果然暴君！告诉他，我还没说完呢。那东西该用了。周总，判决书下来。周俊辰15年，周家蕊12年。戴锦瑶案正式进入公诉案，媒体都点跟进。告诉周飞，15年也好，12年也罢，善哉。但是戴锦瑶那个老疯子，他要是被判的死刑或者是无期，到时候在庭上把那些破事全都抖出来，想想没成。周总，给您听一段录音。我还没说完呢，那个东西该用了。周家蕊在狱中故意放话，试图利用戴锦瑶案给公诉环节制造混乱和舆论压力。垂死挣扎，虚张声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法律制裁了。他母亲戴锦瑶已经是个疯子了，一个疯子的证词，在专业的司法精神鉴定面前有意义吗？按原计划进行，不要受任何干扰。是，周总。菲林呀，是啊，说，你们怎么来了？菲林，我知道是他们有错在先，但是都是一家人，血浓于水，何必弄那么难看？俊辰、家蕊、俊生，他们都还年轻，你把他们逼上绝路，赶尽杀绝，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周家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叔叔，是他们把刀架在周家的脖子上，有些债必须血偿，就像我妈的死，逼上绝路的不是我，是他们自己。你还听不听我这个叔叔的话？我最后再劝你一次，不要把你的弟弟妹妹们逼得那么狠，否则这个位置也坐不稳。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剑，按计划执行。是，周总。妈，害你的人，牢房或者地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爸，周家，我手中干干净净，如你所愿。但是闺女心头的石头，好像更重了些。